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雷霆 Lab， 让观察带电，让观点发光。我是婷。如果你是中国智能手机时代的见证者，那你一定听过这个名字——小米。2007年，苹果 iPhone 的出现改写了世界。2010年 ，iPhone 4的发布让世界再度为之震撼。而在当时的中国，大多数的厂商和消费者还在功能机的最后一班车上，安卓阵营也才刚刚起步。正处在几个利好趋势交汇阶段的中国，微博和移动社交刚刚兴起，制造业体系已经成熟，移动互联网创业活跃，资金流宽松，融资环境友好。于是，一个新的机会风口形成了。小米的登场，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。2011年，小米1上市，用1999元的侵略性低价，接近当时旗舰水准的参数配置，迅速打开局面。小米的核心逻辑很清晰：互联网直销、用户参与、口碑传播。创始人雷军有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：让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的乐趣。这句话正戳中了当时受众的心理，言下之意是，科技不该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。有限预算接近科技，小米似乎真的做到了。我一句话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论坛社群、MIUI 系统、互联网直销，那时的小米像一场草根科技运动，它让手机国货变成了一种社交符号，也让小米这2个字成为中国消费文化里高性价比的代名词。与此同时，雷军玩出了前所未有的饥饿营销，他用品牌叙事开创了手机行业的先烈。发布会上，他的故事被无数米粉追捧，那时的小米被视为中国式科技崛起的样板，它代表了供应链奇迹、品牌叙事与互联网营销的完美结合。但一种商业模式从来不会永远发光，当市场饱和、成本上升、红利退去，那套被奉为经典的小米神话也开始迎来属于它的考验。如果我们全世界的工厂都关掉了，你还有销售吗？可能这个信心满满恰恰就是它的危机。我觉得刚才听他的陈述当中，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共赢的思想，把所有的风险都转嫁给别人。从2010年到2020年近10年时间里，小米靠着雷军的营销逻辑与互联网、制造业、资本3线成熟的优势一路狂飙，它创造了无数的销售奇迹。转入2020年，小米已经不只是手机公司，它在高端手机、智能家居、穿戴设备、电视乃至新能源汽车领域全面布局。小米的愿景逐渐从互联网手机升级为科技生活品牌。然而，疫情之后，世界变了，原材料涨价，人工上升，流量变贵，线上获客成本一路攀升。小米代表的高性价比神话，在这种结构性变化之下开始失效。从2020年的小米10开始，雷军正式提出高端化战略，小米10、11、12、13系列一路提价，顶配机型13 Ultra 价格甚至突破7000元。从影像系统、材料工艺到与徕卡合作，使用澎湃芯片，小米开始尝试把品牌从性价比转向高端。然而，这场转型并不轻松。当低价已经被品牌营销的记忆刻进用户心里，再去讲高端，意味着用户会对产品和体验有更高的期待，而进一步提升体验所需的核心技术，似乎也逐渐被印证为小米模式的短板所在。于是，曾经象征平权的科技故事，开始在新的消费逻辑里显得不再那么动人。当市场的信仰从便宜也好用转向我信得过，小米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。当智能手机增长触顶，行业红利消退，雷军明白小米必须寻找新的万亿级赛道。做手机就是在做车，做车其实也是在做手机，它就是智能化这个活嘛。产品定义的第一条就是颜值是王道，车好看是第一位的。而汽车正在从机械工具演变成移动的智能终端。2021年，小米宣布造车。雷军说，
这将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重大的创业项目。他试图以新的叙事重启神话。对小米而言，这不仅是一次转型，更是一场信仰的延续。小米已经拥有智能家居 IoT 生态链布局，它是世界500强品牌，拥有长期粉丝积累。在雷军的蓝图里，汽车是小米生态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当人、车、家真正互联，小米就能完成从手机公司到科技生活公司的跃迁。但汽车和手机是两种世界，手机更新快，迭代迅速，而汽车行业讲究质量控制、安全标准、系统工程，它需要长期验证，成本更高，节奏更慢，容错更低。2024年，小米 SU7 上市，2025年 YU7 推出，雷军再次登台，那句为梦想而战的口号再度响起。然而不久之后，危机接连而至。2025年3月，一辆小米 SU7 在开启导航辅助驾驶后撞上护栏起火，造成3人死亡。4月，另一辆 SU7 与电动2轮车相撞，造成2人死亡。7月，消费者投诉 YU7 交付等待超过50周，定金不可退。9月，监管机构要求召回 11.6 万辆 SU7， 原因是高速辅助驾驶系统存在安全隐患。10月，成都一辆 SU7 超速失控自燃，疑似因设计缺陷，车门无法打开，路人施救未果。与此同时，高端选装件被质疑性能虚标，消费者抱怨预付款流程不透明，芯片存储成本上涨导致定价失衡。甚至欧盟监管也开始关注小米的数据隐私问题。这些事件让小米汽车的销量持续下滑，股价创下3年最大跌幅。小米神话陷入前所未有的质疑。公众突然意识到，小米擅长讲故事、整合供应链，但缺乏系统工程与技术积累。它在硬件层面的经验无法支撑一个对安全、耐久、算法、售后都有高要求的行业。神话可以复制叙事，但无法复制底层逻辑。而这一次，小米的故事终于遇上了现实的边界。在小米神话的成功叙事中，普通人也有权享有最新科技。科技增值并不需要额外付费，从一部1999元、性能接近旗舰的手机，到一盏智能台灯、一台智能空气净化器，这些产品装载着最新的智能科技，价格却和非智能的同类商品相当。对消费者而言，这是科技平权的奇迹，但在资本视角下，这场平权是一场精密的杠杆游戏。平均而言，小米生态链产品的定价通常只有同类国际品牌的 30% 到 50%， 这正好构成了心理错觉，用不到一半的钱买到差不多的体验。这就是中国人所信仰的高性价比。小米通过极低的硬件利润率锁定庞大的用户群，再借由互联网生态、金融投资、供应链账期，将资金效率运作到极致。而小米供应链实际上是由上百家代工企业构成的投资矩阵，这些企业生产从电饭煲、插线板到空气净化器的各类商品，统一挂上小米品牌，统一设计语言，统一营销，再通过品牌影响力压低供应商成本，再把节省的成本投入到下一轮产品创新。在这套生态系统下，小米的技术并非源自于实验室的原创发明，它是一场高效率的模仿。从外观设计、功能布局到营销语汇，小米延续了国际品牌的成熟范式。从苹果的极简设计到戴森的生活美学，再到特斯拉的叙事节奏，小米把这些看似先进的概念重新工程化，压低成本，批量生产。它让消费者误以为面对的是一个庞大、统一、技术驱动的生态系统，而实际上那只是松散的供应链联盟，成本最优，协作短期，研发分散。社会学上
这被称为模仿式规模创新，本质上不是发明新技术，而是利用成熟技术重组成新的产品和成本结构，用速度和规模取代原创与研发。技术确实被应用了，但权力的主角从科研人员变成了供应链整合者。这套模式非常有效地压低成本，实现产品快速迭代，造就了小米在手机及家电产品上的性价比神话。然而，同样的模式被用于造车就行不通了，因为造车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以及各个环节的紧密协作。当汽车事故、售后问题、技术缺陷反复出现时，消费者的买得起正逐渐让位于能信任。雷军曾经是中国式企业家的象征，讲话温和，略带乡音，模仿乔布斯发布会的姿态，却强调我们是为普通人服务的。他用亲和力、情怀、奋斗故事构建了小米叙事的品牌人格，让米粉成为一个圈层。这种叙事信任在中国极为有效，它让消费者相信品牌的动机与身份。动机不是为了挣钱，而是为了让更多人享受科技。身份来自草根，服务普通人。然而今天，产品可靠性与安全性成为市场的主战场，信任正在由叙事信任转向系统信任。系统信任涵盖技术、生产、服务、数据与软件的完整闭环。技术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？生产与供应能否稳定？售后是否有保障？数据是否安全透明？软件能否持续升级？换句话说，人们希望买到的不只是便宜的车辆，而是一整套能稳定运行、长期被维护的生态体系。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消费社会的成熟化。对小米而言，意味着单靠品牌吸引力已不足以维系用户忠诚度。当叙事泡沫退潮，经济结构变迁，成本全面抬升，消费者理性觉醒，企业也必须随之进化。未来的竞争将由3个新变量决定：一、技术深度，掌握核心算法与硬件标准；二、服务体系，能否长期维持产品可靠性；三、品牌信任，信任不再来源于情感，而来源于系统可靠性、售后机制、社会责任。同时满足这3点的企业，才可能在后性价比时代获得消费者踏实的信任，以继续生存。总的来说，小米在电动车与智能生态领域的挑战，不仅是销量波动和产品争议，更是品牌战略的深层次考量。在这场从性价比手机到科技生活品牌的旅程里，小米经历了从神话到质疑的转变。曾经，小米通过资本杠杆和供应链整合，为信仰性价比的中国消费者创造了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科技的神话，并通过草根崛起、科技平权的故事，为米粉们建立了一个基于叙事的品牌信任。然而，雷军在神话故事的最后一章造车中，结结实实地摔了一个跟头。每一次事故，每一次召回，都让小米在市场上支付更高的信任利息。小米并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唯一一个，有很多伟大的企业都曾尝试跨入汽车领域。苹果、戴森、索尼，他们拥有顶级资本、供应链、创新能力，以及绝不亚于小米的品牌粉丝，却同样被汽车工业的复杂度所劝退。苹果自2014年起内部推进 Project Titan， 经历多次路线与团队调整，在2024年2月决定取消电动车项目。2017年，詹姆斯·戴森宣布造车，2019年宣布终止电动车计划，理由是商业不可行。2020年，索尼推出 Vision S 概念车，2022年与本田走合资量产路线，仍在推进中。小米的下一步将会怎么走？在最新的发布会里，雷军说，路可以重新走，梦可以重新做，未来可以重新书写。小米新的战略转型强调高端、自研芯片、系统加硬件生态，
在汽车领域，小米汽车宣布50万辆下线里程碑，用时仅602天，不到20个月，并发布辅助驾驶系统小米 HAD 增强版，加入强化学习、事件模型、多种安全辅助功能。小米正加速从手机厂商跨界造车阶段，向具备汽车完整业务能力的车企迈进。接下来可能推出更多的车型，有 SUV、MPV 入门款等等，以及智能驾驶、车联网生态服务。小米汽车已明确计划进入海外市场，欧洲市场预计2027年推出。尽管发布会上新品亮点层出不穷，雷军依然豪言壮志，但发布会后股价出现大幅下跌，最高跌幅达到 8%， 反映出市场对某些预期并未完全满意。小米汽车虽然已经实现盈利，但汽车行业竞争激烈，特别是中国电动车市场，面对众多新势力和传统车企，规模化生产、全球化布局、供应链管理、电池原材料成本等仍为重大挑战。更大的挑战是，在频发的事故后，重塑消费者对小米汽车的信任。小米计划在10年内投入100亿美元，在北京建设第2阶段工厂，预计2025年全年交付35万到40万辆，并预计在2027年进入欧洲市场，不可谓是踌躇满志。然而，造车所需的技术积累、系统构建和信任重塑，真的可以靠资本和宏愿在短时间内打造得出来吗？如果小米做到了，那将是全新的神话。让观察带电，让观点发光。这里是雷霆 Lab， 我是婷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